把衣服丢到别人家里，把小孩送到娘家去。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来，跟他男的就跑到娘家住几个晚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不在娘家，家亲戚所有家电话都是有，中午不在，就是跟他男在一起。他自己回来说了，他看到那个娘那老妈，他说，然后老妈还留他在家多住几个晚上。李先生面对这个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妻子，是感到无可奈何。每次妻子不回家，他好不容易将妻子找回来，可没隔几天，妻子又会无缘无故的消失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妻子梁女士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了。玩了半个月回来嘛，10月10号又走了，走一天回来。他这个11月19号又走了，昨天回来。尤其是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妻子就离家2次，在外面一待就是半个多月。对于妻子3番5次的离家出走，李先生一直心存疑惑。终于他在妻子的手机中发现了隐情，梁女士在外期间竟然一直住在宾馆里，而且身边还有一名陌生男子。对于丈夫的质疑，梁女士却声称那名男子是她的一个网友，两人在宾馆里只是为了上网，并没有其他什么。可李先生却不相信两人真的只是上网，他认为妻子撒谎成性，因为当时妻子告诉李先生一直与自己弟弟在一起，而李先生打电话向妻弟核实时，对方却说根本没和姐姐在一起。妻子对自己那几天的行踪解释不清。不仅如此，梁女士还与自己弟弟的一位朋友有着难以描述的关系，而且没过多久，梁女士竟然跟着这名男子一起走了。就是他弟弟5月30号带跟那男的玩，就是跟那男的走。我们是以前上网的时候就认识的。以前有人前两天来玩，走我们家饭桌晚上，我看没有，就是说回去的时候娘家人来我一起回去过。然后你听我说啊，就是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路过走他家那里路过，那路过他家的房子跟你家房子隔一个山。梁女士在外面风光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家里，李先生竟意外发现妻子的包里有2把牙刷，他随即质问妻子，可妻子却说道，另外1把牙刷是他叔叔的。李先生已经被妻子的谎话欺骗过太多次了，这次自然他也不会相信，于是便给梁女士的叔叔打去电话核实，而叔叔的回答却是他并没有什么牙刷放在梁女士那里。对于丈夫的怀疑，梁女士始终不愿承认。随后李先生又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梁女士是个并不本分的人，因为他在梁女士的手机中发现很多暧昧短信，双方称呼亲热，简直就是辣眼睛。可梁女士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她把责任全部推了出去，说别人要发这样的信息她管不了，这样的理由也太过于牵强。别人要发不好的信息，如果真的是洁身自好，虽然管不了对方发什么样的信息，但是可以拉黑对方啊。李先生认为梁女士一直都在强词夺理，不肯承认自己出格的行为，但是事实上却是梁女士借口带着孩子回娘家，然后把孩子扔在父母那里，自己跑到她弟弟的那位朋友家，而且还在那里待了几天。可让人觉得讽刺的是，梁女士后来回家后竟主动把这一切告诉李先生，还称对方的母亲还想多留她住几天。但是梁女士却对这件事说出了另外一个版本，她说当时因为天太晚了，没有班车回县城，于是便只好在那里留宿。不过她是住在那名男子舅舅家的，并非如丈夫说的那样。看到妻子狡辩，李先生气得不行，他质问妻子，第二天总有车吧？那怎么还待在那里呢？而面对丈夫的质问，梁女士沉默了。尽管梁女士的行为让李先生感到愤怒，但是为了2个孩子，他愿意委屈自己选择包容，只要妻子以后不再离家出走。可是有错在先的梁女士却提出了离婚。在她看来，丈夫暴躁的脾气早就让她无法忍受了，特别是丈夫的家暴更是让她心寒。梁女士平时上班也很辛苦，回到家中不但得不到丈夫的关心，连孩子也没人管，她一个人又要上班挣钱，又要操持家里，还要辅导孩子学习，实在是心力交瘁。她说自己之所以要离婚，并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，而是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尽管梁女士决心已下，李先生还是流着泪哀求妻子不要离婚。其实他的要求并不高，就是希望梁女士与外面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断绝来往，不再与对方联系。调解员也耐心地做梁女士的思想工作，可梁女士却好像很是委屈的样子，埋怨李先生老是替她离家出走的事，以及翻她的手机监视她。李先生见状马上承诺自己会改，绝不再提梁女士的过去，也不再看妻子的手机。他希望妻子能给他2个月的时间，看他的行动。可是梁女士还是摇了摇头。最终这场不堪的婚姻并没有在李先生放下尊严的妥协中被挽回。也许丈夫过于粗线条，忽视了妻子的一些感受，对妻子不够关心和体贴，但是不能成为背叛的理由。作为2个孩子母亲的梁女士，把家当成了旅店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把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完全抛在了九霄云外。如果真的不爱了，可以选择和平分手，但是绝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去伤害所有爱你的人。我是风云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